我发现 AI 时代，很多人都在反对让 AI 帮人类读书。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语呢？或者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口号？但其实我自己觉得，让 AI 帮我读书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有的时候是非常必须的。如果认真听我刚刚说的话，也应该看到了，或者说听到了我所说的一个条件，就是有的时候，也就是说 AI 能不能帮我们读书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分情况去讨论的。比如说，在有些时候，我需要为了达成我的某个目标或者目的，而需要从一本书当中去找某些具体的信息。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是不是可以让 AI 帮我去做呢？这是绝对绝对可以的。也就是我只需要从这本书里面获取某些特定的信息，我的目标是明确的，那 AI 来帮我可能会快速很多。那交给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需要去判断说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准确的把我需要的信息返回来给我，以及它会不会出现幻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说，就是特定的人类，他到底能不能好好利用 AI 帮我们读书这种情况。就是有的人他其实已经养成了独立思考，他拥有自己的质疑相关能力的这些人，他们用 AI 来帮助自己解读阅读方面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对于某一些人，就是他的比如说思考能力或者说质疑能力还没有时时刻刻反映在自己脑子里的时候，以及他还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的这种状态，那对于这一种人，可能用 AI 来帮助他们读书，某种程度上会无意识的弱化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削弱他们质疑的能力。这个是在个人层次上的一个情况。那这么说来的话，就是不管是谁吧，我们在用 AI 去处理阅读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应该是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 AI 读书这件事情是需要有意识的，使用 AI 工具，任何一款 AI 工具吧，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当我们用 AI 去帮我们处理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意识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要知道我用这个工具帮我达成了什么目的，我从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中获取到了什么。那这个什么可能也是需要我们用别的一些能力去看待和解读的，比如说判断能力呀、审美能力呀之类的东西。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讲到 AI 时代的一些外包相关的事情，就是我在应该是去年年底吧，我忘了当时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了。我就想到说，其实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平台叫做得到。这个平台它具体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就不去概述了，因为我自己对它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也没有怎么用过这款产品，所以我可能现在的解读是一种就是有错误的，但是我对它的印象就大概是里面的内容是包含一个板块，就是讲书，就像是邀请某个专业人士去解读某本书，或者是邀请某个专业人士去做一些类似于讲书系列或者讲课系列的节目，然后呢，让阅读的受众或者是
所谓追求成长的这部分受众去消费这些节目。那我就在想哈，这一些节目不仅仅是这个平台的节目，还包括类似平台的其他的节目，他们跟 AI 讲书的区别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需要去反思的。就我自己的解读的话，假如说是 AI 讲书，那么就有可能是，就我们遇到的情况哈，可能 AI 会出现幻觉，这是一个点。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它的引用或者说它的解读是否是准确的。沿着这条线索想下去呢，那我觉得 AI 讲书跟人讲书的区别就是，一个它没有自己的视角，它的内容可以说是几乎来自于书本身，来自于作者本身。那另一个呢，它是有自己的视角，它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它有自己的价值观，相当于消费者是站在这个人的世界的基础上去看待，比如说讲到的这本书，或者是正在讲的这门课程，或者是这门课程当中涉及到的某个人。那意思其实我觉得跟外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社会会出现一些现象，比如说 KOL 啊、嘴替呀，或者是找人要什么书单推荐呐、影单推荐呐这种东西，那它本质上跟我之前讲到的 AI 时代的外包也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就我自己觉得，如果有很多的受众，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成长，然后去借助这样的一些平台，这样的一些节目去帮助自己成长，本质上也是在外包自己的某部分能力，比如说他的筛选能力，他的解读能力，他的思考能力，他的审美能力，他的判断能力等等等等一切我还没有提及到的能力。那这么说下来的话，不管是有 AI 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没有 AI 之前的时代，其实这类外包现象就是它不会少，只是说因为 AI 出现了，所以这样外包的现象会更加容易的被我们注意到。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有一些人在高喊说我们的审美啊、我们的判断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够外包的，那这样的口号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它还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